意识到自己的隐瞒伤害了辛斐后，温小狼主动认错。辛斐的愤怒值还很低，他给了温小狼解释的机会，谁料温小狼越解释越黑。看不出来啊，温小狼，小时候就开始沾花惹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号称京城。你看，我这不是把你也吸引到了吗？这么说，你对我也和对其他人一样啊？不，我发誓，我只对你这样好。这就是你对我好的方式，温小狼，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里过吧？要不然也不会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我。辛斐真的生气了，温小狼的拼命哄。当听到温小狼信誓旦旦说自己不爱未婚妻，为了躲他还去了云州，之后还被辛斐劫走时，辛斐的怒气也慢慢消散。发誓，下辈子我不知道，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如违背此誓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天打雷劈！终于挽回了辛斐，温小狼就迫不及待想娶她回家。这一决定一出现就遭到温父反对，他更看重门当户对。温小狼是将军之子，辛斐不过是个山匪，他坚信身份地位悬殊，注定没有好结果。爹，可孩儿是真心喜欢他呀。要不咱就依了儿子。妇道人家不行吗？只要我还活着，他就不会影咱们家门了。爹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只能等你西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行，在西去之前，我先一掌拍死你！爹，你要是不让他进这个家门，那我也不回这个家了。遇上执拗的老父亲，温小狼也没辙了，只能谎称辛斐怀孕了。他知道父母很吃这一套，果真一切都如他所愿。温将军抱孙心切，第二天就吩咐置办温小狼和辛斐的婚礼。当事人辛斐一脸懵，温小狼只顾着开心，他甘愿真相暴露后独自受罚。他没有给辛斐说出原因。为让辛斐有个美美的新娘妆，温小狼决定亲自把辛斐化妆。你呀，以前呢，以前怎么样呢？但现在呢，你是我温小狼的女人，我就不允许你再这么操下去了。来，先看看。以后呢，也有我在，至此一生，愿爱你左右。若你早如此，想来当初我也不会如此抗拒。怎么，我以前很丑吗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。然而一想到温小狼的化妆手法这么娴熟，辛斐的醋意也说来就来。他怀疑温小狼不只对他这样，这些我只对你一个人做过。发现你漂亮，小心我让你们温家断子绝孙。放心，我就是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胆。我连心都没有。眼看俩人婚期将至，温小狼特地带辛斐游夜船，情到浓时，他也不由自主地感叹几句。和你这个疯丫头认识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都是命中注定的。上辈子我不知道，下辈子我也不会知道，但是这辈子我陪你。我不听，你这样给我像蒙汗一样！找死！谁让你忽然间那么大呢？害我昨晚上都没睡好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就是个母老虎。温小狼和辛斐的打闹还没结束，就撞上了一位温婉的女孩，她就是当初暗中刺杀温小狼和辛斐的人，温小狼的妹妹水儿。回家后的水儿和当初心狠手辣的她截然两副面孔，女人的第六感总会逼近事实。和水儿的初次见面，辛斐就觉得她是个狠角色，他迫不及待想知道水儿的由来。 15年前，我爹那时候还不是大将军。有一次啊，他去突袭敌营，然后中了埋伏。那时候，他的前大将军就把水儿托付给了我，所以水儿就这样进入了我们温家。水儿也是个可怜的人。2年前，
你是说云州？那会儿我们在云州的时候，我还想向他求助来着，结果我们连城门都进不去。然而此时的水儿却在背地里密谋着他对温家的复仇大计。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辛斐第二天就找上了他。他猜到了水儿的阴谋。我们应该早就见过，对吗？你要能把那笔赈灾银劫走，至于赈灾银如何处置，悉听尊便。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告诉我？唉，不过见不得那些不平事罢了。那些官兵也是你的人吧？好一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口口声声说为了那些穷苦人家，实则是想中饱私囊。可惜了，如果新大当家的能早知道这件事情，或许我就不会那么顺利。不过，我还是成功了。当知道自己和温小狼一路遇到的坎坷都是因为他，辛斐的愤怒值瞬间飙升。水儿丝毫不慌，他在知道温家顾及脸面，辛斐一定不敢动手，更何况他还紧握着辛斐做过山匪的把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做的事儿，你别管。新大当家的，听我一句劝，老老实实的在温府当个少夫人，总比回到了蛮夷之地当个土匪要好得很呢。辛斐无奈只能先离开，谁料半路又杀出一个温小狼曾经的未婚妻。眼看双方大战在即，暗中观察的水儿唯恐天下不乱，连忙跑回家叫醒温小狼去阻止。然而他走到后山时却突然停下了。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傻子，居然成了少女，而我那样聪明，却还不如你？真不公平！是啊，你在瞎说什么？辛斐呢？死到临头还想着他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我原来还是一个痴情种。水儿莫名其妙的话让温小狼觉得很奇怪，他没有多想，相比之下他更想知道辛斐在哪里。他没事儿，不对，是他现在没事儿。哥哥，你放心，等你死了之后，我会让他去陪你的，让你在黄泉路上不会那么寂寞的。原来水儿一直都误以为是温将军为了抢夺将军之位杀他的父亲，害他没了家人，还被迫嫁给不喜欢的人。于是这么多年来，他都密谋着要报复温家。是你们毁了我！你说是我爹杀了？你说是爹杀了？这不可能！动手！眼看杀手向手无寸铁的温小狼步步逼近，辛斐的下属及时赶来阻止温家人，紧随着赶来后山。原来辛斐猜到水儿的阴谋后，就假装温小狼的未婚妻开战，只为尽快引出水儿的秘密行动。温四婶，你错就错在太错了，自以为在大婚之前把温小狼杀了，就能让温府颜面扫地。如果我不和陈如金配合一下，你怎么会上钩呢？水儿，本将军想问你一句：这10几年来，我可曾亏待过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呸！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！如果不是你杀了我父亲，将军之位又怎会落在你手里？这件事误会我了，罢了。多年的父女情瞬间烟消云散，温将军也不愿再多说，可内心怀恨的水儿还是不肯罢休。他拿起剑就刺向辛斐，所幸辛斐有武功底子扛下了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温小狼也终于迎来他的婚礼，可这新郎官一点也不着急，大礼快开始他还赖床不起，直到男仆催促才肯起来。以前啊，就是我太惯着了，你们都觉得我
过来，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男人。这个家到底是姓辛还是姓温？真的吗，少爷？当然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姓辛还是姓温，我说了算。新斐呀，你看我就是说这么一点点的梦话。你看薇姐呀，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你不会想让我变成猪头吧？哎，温小狼，你不会以为你这辈子还逃得掉吧？走，我们成亲去。来。